2023年2月13日凌晨4点，我像往常一样睡前刷着手机，突然在动态里面看到了《星际争霸2夺冠》这样子的字眼。中国选手李培南，游戏 ID 奥利维拉，以赛前预测0.37%的夺冠概率，拿下了星际2最高赛事的世界冠军。对于看了8年星际的我来说，简直就像做梦一样。星际争霸2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竞技游戏，同时也是最具有竞技观赏性的游戏之一。不同于5v5的团队游戏，星际争霸是一个完全由一位选手掌控所有细节的即时战略游戏。里面的每一个农民、每一条虫子，在你不给指令的时候都不会动。就像是 MOBA 游戏里面5个英雄、3路小兵，甚至是防御塔放在哪里，都需要你自己去控制。星际里面就连普通玩家打排位赛的时候，都需要知道我几分几秒该下什么建筑，什么时候得升什么科技。职业玩家更是精确到每一个单位的精准位置，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的 APM， 也就是每分钟的有效操作次数都会在400以上，平均每秒钟就有7个有效操作。即使我已经看了8年星际，入坑的时间也已经是星际争霸的末期了。那时候看的就算是世界级的比赛，也全都是韩国人打韩国人，因为有成熟的青训机制和商业模式，韩国星际选手的水平就是比所有非韩赛区都要强出一个量级。甚至因为他们太强啊，韩国还专门有一个赛区，就是尽量避免他们和世界选手竞技。要是追溯到更早星际争霸1的年代，世界顶尖的非韩选手在韩国也就是个2线水平，比他强的人在韩国能抓住几十个。所以我上高中的时候就想过，什么时候中国选手也能打进世界级比赛，和顶尖选手同台竞技呢？直到后来有一个因为年龄14岁太小，被迫用别人身份证报名参赛，却被举报代打的选手出现了。他就是野人人皇一拳超人李培南。李培南的出现就像是一个收集所有星际猛男热血的功德箱，谁没有一个梦想，想站上职业赛场，想打到世界第一呢？李培南就像是那个动漫中追梦的人，他的打法激进，风格鲜明，经常进攻攻势太猛，让比他实力更强的对手完全无法招架，或者因为只顾正面进攻被对手杀光农民。这俩并称李培南的2大绝技：野人一拳和不管。但在那个时候，他也是一个普通人，甚至说只是一个小孩子。他不止一次在赛场上被中国选手打哭过，更不要说国外的选手了。当时嘎姐打李培南的时候，就跟打儿子一样。不过李培南最热血的就是他的成长从未停滞过。您在1年的2次比赛中，明显的感觉到啊，他的进攻更稳重，防守更成熟了。那时候我还在上学，有时候在食堂打个包，回去看比赛，激动的我饭都吃不好了。随着李培南实力的突飞猛进，他在中国区真的拿下了冠军。但是他的旅程其实才真正起航。在中国星际，他这个水平呢，只有他一个人。如果想要跨越到下一个等级，国内没有人可以和他练习。甚至那时候，为了让他能和顶级的韩国选手练习，星际教父王旭东主动当开子，重金每局400美金，让韩国职业选手来陪中国选手打一把。人家拿了钱还不一定好好打，随便放个战术，你什么都学不到。就在这种情况下，一步一步让李培南接触到星际更高水平的圈层。然而就是这样，全中国的希望，这么多年以来最好的成绩也就是进到世界比赛的8强，因此李培南得名李老八。时间来到2022年，这一年对于李培南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一年。卡托维兹参赛签证受阻，赛场上又发挥失利被淘汰。亚特兰大比赛不知道是不是受到暴雪和网易解约影响，发挥严重失常，在3败淘汰的比赛里竟然连输6把，直接出局。这个时候李培南再一次怀疑自己，再一次的考虑退役。12月，李培南将自己的 ID 改成了奥利维拉。2月，他迎来了最重要的一场比赛，2023 IEM 世界总决赛。8强遇到的选手是雷诺，世界最强虫族选手之一。打比赛甚至还有精力听 rap， 他的对手大多在他的 rap 节奏中淹没在虫海之下，战术风格凶猛而无情，被称为终极黑暗。在5局3胜的比赛中，雷诺直接连胜2把。不少星际的老观众看到这里就已经退了，哎，李老八新的一个8强，没事儿。尽力了。星际的老粉丝们见证过太多次失败了，只好麻木自己，也算是一种安慰。但李培南没有放弃，赛后他在直播里面说过，0-2落后，他一点儿也没有悲观。当时他向裁判叫了暂停，自己去上厕所调整心态，留着雷诺一个人在座位上听 rap 狂嗨，消耗他的精力。让2追3，一般来说转折点是第3盘，但实际上转折点是第2盘。第2局李培南在刚开局就频频失利，不过在农民数量相差1倍的情况下，硬生生的将雷诺的部队撕开一道缺口，
可惜经济差距太大，已经没有后续的部队进攻，输下了这一局。不过这一小分输了，李培南却好像明白了一个道理：你多线抗压确实厉害，我换不过你，但是要论这个正面一拳，你好像打不过我哎。之后的3盘，李培南一改进攻的风格，减少前6分钟的经济互换，就靠双方8分钟200人口正面一波，一拳定胜负，祭出李培南绝招第1招野人一拳。雷诺哪儿见过这架势啊？这一拳打下去，嘴都给打歪了，赶紧绕一波狗骚扰李培南的3矿，来一手围魏救赵，试图把战局重新拉回自己的优势领域。这时李培南再祭出绝活第2招，不管。主力丝毫没有回救的意思，你还敢分兵骚扰？我这就是要一拳打死你，以伤换杀。雷诺见大势已去，只能豪赌一波了，将所有资源全部变成毒爆，囤了30-40个毒爆，准备亡命一波。但他这一招在星际里面还有另一个说法，那就是给自己找一个 GG 的理由。随着最后一个毒爆也成为枪下亡魂，雷诺也被迫 GG。到了4强争霸，就只有一位是韩国选手，其他3位分别是世界最强虫族之一 Ragnarok， 号称诸神黄昏，不少被称为神一样的选手被他斩于马下。小 Hero 又一位下巴特别长的神族选手，将神族的基础兵种叉子和追猎玩得天花乱坠，被称为第4种族的马入，5次 GSL 的冠军得主。在他的操作下，每一个小兵都像是自己拥有灵魂一样。那你可能就要问了，还有一个选手是谁呢？奥利维拉，曾有名态，就和他的面板一样平平无奇，生涯最好排名世界第8。要有什么特别的，那就是他是中国星际25年来最强的希望。不过这个最强希望也只有0.37%的夺冠概率。星际争霸的天梯有非常森严的等级 rank， 哪怕只差300-400分，操作只快个几秒钟，也会导致水平低的一方完全被高的一方压着打，就根本打不过。那种打不过可不是 LOL 里面你白银打白金，对线期细节换血，走势换亏，打团被敌人牵着鼻子走的那种感觉啊。在星际争霸里面，实力差距更像是你1级出门多兰剑，别人1级出门就是银血剑，和他别说打换血了，我远远看他一眼都怕被他揪过来打一顿。所以一个选手他的运营能力、进攻时间的把握、防守的角度、多线抗压能力，是可以通过选手以前的比赛数据换算出一个数值的，然后也就能换算出大概的胜率。这是李培南的选手卡，而这是他的对手的选手卡。0.37%的夺冠概率真不是胡说的。就算在 Time 一路披荆斩棘，挺进决赛，对战世界第1人族马入，到此时 Time 的胜率有多少呢？翻了20倍。李培南的胜率是6%，而马入的胜率是94%，所以他的每一场战斗、每一局小分都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决赛的第1局，李培南就被马入光速1-0了。看来李培南跟平时杀的那些鸡也没有特别大的区别嘛。那接下来就是马入走个流程就赢了。假如啊，接下来的这几把 ID 互换，我就会觉得这是我看过很多无聊的比赛中的一局，韩国选手爆杀中国选手。但现实中不是的，现实在发生的是中国选手在爆杀全世界最强人族选手。李培南的这几场发挥让我目瞪口呆啊！马入是打前期打不过，打中期打不过，打后期也打不过。李培南在这几场比赛中防守是真正的无敌，在面对世界第1的人族骚扰，防守到没有一个能零损失，战术风格也从以前的傻冲进化成了现在的该收就收。最后一局中，兵力、运营、攻防都落后的情况下，硬生生的靠战局把控打了回来。最后在一次马入的走位失误后，抓准机会一拳锤死。这一拳，李培南创造了中国星际的历史，4-1，是真的当之无愧的世界冠军。李培南先是用英文发表了获奖感言，那时候大家还沉浸在夺冠的喜悦当中，但是他在全世界观众面前再用母语对国内观众致谢的时候，我真的哭了出来。我想对现在还在看直播的观众朋友们说，其实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我都拿到世界冠军了，真的没有什么事情不可能的。我觉得我等到这个世界冠军太久了。去年真的很难。我上次0杠6输的时候，我觉得星际争霸对我来说已经结束了。但是从上一次，我告诉我自己，我可以再多练习，如果有一天真的拿到世界冠军了，或许可以证明给大家。And I want to say English to our
to everyone like, even you still are normal people, you still can be world champion, and no one trusts you. Katowice, give it up one last time for your Intel Extreme Masters World Champion. He is Oliveira. 李培南凯旋之后，曾有人在直播间问他怎么看待马入在第4局中第一部运输机压制失误全送了这个问题。这里李培南的回答真的相当精彩。他直言这是顶尖选手不可能会犯的错误。这波马入全送是因为李培南都算到了。李培南的死神一直就挂在对面家门口，对面一出门他就开始计算时间。在马入的这船运输机快要到自家2矿的时候，死神进入马入主矿骚扰农民。Time 就是抓住了马入被死神偷架，镜头调回去的那一瞬间，就是这1秒钟的分屏，直接将马入压制的大招扼杀在摇篮里。这真的是幸运吗？这是他无数场训练中验算过的，是计划的一部分。这让我看到的是天道酬勤的真实诠释。李培南能夺冠，绝不只是他嘴上说的运气好而已。试问有谁能做到每天12个小时苦练？在很多人劝他放弃的时候，微微一笑，再试试吧，说不准能行呢。甚至在决赛前的一次采访中，他就已经提前感谢了还在观看的国内观众。当时已经是国内凌晨的2点钟了，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继续赢下去，但他知道一定还有观众在支持他，每一把都当作是最后一局，以平常心应对挑战。看似是爽文男主剧本，但当我翻阅他的剧本的时候，我看到的只有天道酬勤。